有暗箱来中，华浅抓到了绑架自己的幕后黑手武硕墨，从他口中得知，华浅确认杀他的是另一波刺客。其实华浅被绑在悬崖时早就猜到这是慕瑶和武硕墨自导自演的一场戏而已。慕瑶为了试探仲夜兰的心意，才跟武硕墨打赌，如果仲夜兰选择救华浅，他就跳下去跟武硕墨远走高飞，如果选择救他慕瑶，他就留在仲夜兰的身边。虽然没有试探出仲夜兰的心意，但仲夜兰已经犹豫了，所以慕瑶算是赌输了。因为慕瑶对仲夜兰的试探，间接的搭上了华浅哥哥华生的性命，而慕瑶为了救武硕墨，竟然理直气壮地向华浅要人，他哪来的脸啊？慕瑶终究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然而剧中有个比慕瑶还要讨厌的人，他就是华浅身边的丫鬟翠竹。要是别人伤害被骗华浅倒是情有可原，但这个丫鬟翠竹是华浅的人，华浅待他也不薄，没想到他最后背叛了华浅。翠竹竟然也是为了一个男人而背叛了华浅，华浅哥哥的死也跟紫竹有关，翠竹对华浅的背叛和伤害根本不值得原谅。其实翠竹早就生了二心，她看出华容州喜欢华浅，因此嫉妒华浅，总是擅作主张。在慕瑶婚宴上，是翠竹出卖了华浅的哥哥华生，将华生的位置告诉了慕瑶的丫鬟，才导致华浅哥哥被慕瑶设计。在中秋宴会上，华浅遭遇刺杀，华容州本来可以及时救下华浅的，华浅还想着让华容州去保护翠竹，可翠竹竟然拉着华容州的大腿不让他去救华浅，这也导致了哥哥华生为华浅挡刀身亡的悲剧。女人的嫉妒心真的太可怕，翠竹真的不值得原谅。比起慕瑶的试探，翠竹的嫉妒和私心更让人讨厌。现在网友都看慕瑶不觉得讨厌了，比翠竹的所作所为更可恶，她有什么资格和立场去背叛自己的主人？总而言之，翠竹终究还是背叛了华浅，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华浅最后也不会将她留在自己的身边的，没有处死她也是对她最大的宽恕了。翠竹最终落了个被华浅打发离开华家的下场，也是自食恶果。